穿越大唐，你凭着几句土味情话就拐了个小媳妇，日子虽穷，但有现代知识傍身，倒也过得有滋有味。你本想做个逍遥散人，远离庙堂纷争，谁料到你媳妇竟是李世民的小公主。据说她自幼体弱，患有贫血，御医断言活不过成年，李世民才让她流落民间，体验人生百态。可这几年你用食疗大法，早就把她调理的气血充足。现在她坐在你对面，小脸红扑扑，捧着饭碗，兴冲冲地问：“你听说了没？突厥战败，协力可汗被活捉了，周围小国都尊称陛下为天可汗了。”他说这话时眼底闪着光，满是自豪。你却纳闷他为何如此关心朝堂大事，你对这些可提不起半点兴趣。你随口一说，那李世民现在怕是尾巴都要翘上天了吧？李越瞪向你，你又直呼陛下名讳。你环顾四周，压低了声音，这儿又没外人。李越用完早膳就取出一卷书册，上面是他悄悄记下的我讲过的几个小故事，像是农夫与蛇，还有3个和尚没水喝。故事虽简单，其中蕴含的道理却发人深省。李越闻声转头，见你正埋头削着木料，便好奇地问：“你这又是在捣鼓什么新玩意儿？”他拖着香腮坐在椅上，一双灵动的眸子好奇地眨了眨。你手上动作不停，打算改造一下这椅子，干脆做成摇椅。李越知道你总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，什么东西到你手里都能变废为宝。家里大半物件都是你亲手打造的，包括那个小泥炉，你给它底下开了个通风口，就这么一点改动，用起来却方便多了。你削好木条，锯掉一截一腿，量好尺寸，做好标记，3下5除2拼接起来，一把摇椅便初具雏形。你坐上去摇了摇，嘿，还挺结实。李越捧着书卷凑过来，这椅子坐上去不会摔跟头吗？有我扶着你怕什么？李越这才小心翼翼地坐下，随着身体晃动，椅子前后摇摆，每次后仰他都紧张地抓住扶手。你轻声提醒，坐着摇椅关键是要放松，你别绷着。听了你的话，李越试着放松身体，摇椅果然平稳了许多。或许是因你在后面扶着，他心里踏实了些，便彻底放松下来。摇椅悠悠荡回，他缓缓睁开眼，正对上你在阳光下的脸，瞬间心头一慌，你不是说好扶着我吗？你看这不是好好的，我要是真摔了，那肯定就是你故意的。小两口的日子就这么打打闹闹，倒也安稳平静。可不知为何，家门口这条街近年来却格外冷清，人们宁可绕远路，也像是在刻意躲着我们这里。听说前阵子有伙地痞来这闹事，结果不到1炷香的功夫，就被官府的人给利索的抓走了。你不由得感慨这大唐治安效率真棒。此时，李世民坐在甘露殿中，看着各地送来的奏折。长孙皇后给李世民递上一碗羹汤，说道：“陛下，别太劳累了。”李世民搁下手中的笔，说道：“那些国事朕不得不盯着。”长孙皇后在一旁坐下，说道：“也不知道月儿如今怎么样了。”提到月儿，李世民长叹一口气，他每次一提起此事就会愁眉不展，而且他更想不通的是，自己最疼爱的3女儿怎么会看上你？这个女儿从小体弱，太医断言她活不过成年，她娘生她时还难产而亡，从小就没了娘，因此皇帝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她能开开心心多活几年，这才无奈同意这门婚事。就在这时，太子李承乾恰好路过，他听到父皇母后的对话，心中也是一阵酸楚。李世民见太子路过，直接下令：“明日你带朕去看看月儿过得怎么样。”第2天，太子李承乾就出了东宫，可他越想越气，自己的妹妹金枝玉叶竟然嫁给你这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。据说你还整日游手好闲。他穿过繁华的朱雀大街，拐进一个破旧小巷，终于找到公主的住所。然而当他推开门的一瞬间，却愣住，妹妹李月正在院里晾晒衣服，完全不像个公主。李承乾打量着简陋的院子，开口就问：“你夫君呢？”李月却笑着说：“你出去买东西，还搬来一把样式古怪的椅子。”太子一坐，竟然意外的舒服。他忍不住问：“这是你那个夫君做的？”李月一脸幸福的点头：“他说坐在地上太累。”太子心中冷笑，不过是个有些手艺的木匠罢了。可他却发现妹妹的脸色竟然比在宫里时还要红润。他立刻压低声音：“他对你好吗？要是他敢欺负你，皇兄绝不放过他。”没想到李月收起笑容，一脸认真：“他不会欺负我的。”太子心里更不爽，你这小子到底给我妹妹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他再次试探，他靠什么营生？要不要姑给他安排个差事？谁知李月再次摇头拒绝：“不用了，我们过得很好，家里的东西都是他自己造的。”李承乾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院里的一张桌子，然而当他看清桌子上刻着的一行小字时，瞬间瞳孔地震，上面竟然写着：“不改初衷真英雄。”你这个穷小子到底是什么人？太子心头一震，好一个不改初衷真英雄，这字句到底出自哪个典籍，还是哪位大文豪之手？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紧接着太子又看到院角的药材堆，他记得妹妹从小最怕喝药，身体越喝越差，然而现在她的气色竟比以前好上太多。太子立刻追问：“现在还会犯晕吗？”李月端来一碗水，轻描淡写的回答：“现在很少了。”太子眉头紧锁，难道是你治好了他？谁知李月却摇了摇头：“也不算治，张扬说药喝多会喝出毛病，要用食补，成婚后他就不让我喝药。”听到这话，太子瞬间惊呆，他算了算日子，妹妹已经大半年没喝药，身体不仅没变差，反而越来越好，难道是以前的药有问题？太子心神大乱，当即就要回宫禀报。可就在这时，李月却叫住他：“皇兄且慢。”他拿出一包茶叶，说是你亲手做的炒茶，要送给父皇提神醒脑。太子接过茶叶，一股从未闻过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李月更是嘱咐，这茶要用沸水冲泡，无需添加任何东西。太子心中巨浪翻涌，你这个穷小子不仅字句惊人，医术神秘，竟然还会做茶。他回到宫中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太师李纲：“老师，我今天看到一句不改初衷真英雄，出自何处？”结果学识渊博的李纲竟然也愣住，他思索半天，最后只能低声说：“容老夫回去想想，连当朝大儒都不知道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”怀着满腹的疑问，太子立刻去见李世民：“父皇，儿臣见过月儿了。”李世民头也不抬，
他怎么样？太子深吸一口气，月儿气色好了很多，但他已经大半年没吃药。话音刚落，李世民猛然抬头，眼中金光爆射。大半年没吃药，气色反而好了很多。太子肯定的回答：是他夫君的调理办法。父皇，是不是之前的药有问题，才让妹妹身体越来越虚弱？李世民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太子拿出你做的那包茶叶。父皇，这是月儿夫君做的炒茶，说是您批阅奏章疲惫时泡上一碗，可以提神醒脑。李世民接过布袋，眼神变得意味深长。这个穷小子，先是治好了公主的怪病，现在又献上闻所未闻的炒茶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想到女儿，李世民心中满是愧疚，他叹了口气，挥手让太子退下。桌案上你做的那一小袋茶叶格外显眼。2个时辰后，疲惫感袭来，李世民鬼使神差地拿起茶叶，命人煮沸水冲泡。下一秒，一股沁人心脾的茶香瞬间弥漫开来，他精神为之一振，迫不及待地喝下一口，入口微涩，随即回甘，齿颊留香，一天的疲惫竟一扫而空。这格调，这感觉，这不就是他追求的文雅吗？从此，李世民彻底爱上喝茶，不仅自己喝，还在宴会上赐给房玄龄、长孙无忌等重臣。诸位，此乃炒茶，一起饮甚。众臣喝下后无不赞不绝口。李世民龙颜大悦，心中愈发满意。可没过几天，茶叶就见底了，他这才惊觉自己已经离不开这东西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可怕的念头再次浮现：月儿的病，程前的怀疑，难道真的是要出了问题？李世民脸色一沉，当即下令：李君献去太医署查汝南公主的汤药。而此时的你却在一家铁匠铺当学徒，你白天帮师傅打铁，晚上就偷偷用剩下的铁料给自己打东西。今天你竟然打出2口小铁锅和一把菜刀。你找到老师傅说要辞工，师傅，我媳妇看不惯我出来吃苦。老师傅虽惋惜，却也只能放你离开。可你前脚刚走，一个将军后脚就要来取刀，他拿起你之前打好的横刀，瞬间两眼放光，好手艺，好刀。老师傅凑近一看，顿时大惊失色，这刀上的锻打纹路根本不是他教的。他手指一弹刀身，只听铮的一声龙吟清脆，老师傅瞬间呆立当场，看着将军离去的背影，他喃喃低语：坏了。你刚回到家，李月就好奇地凑上来问买了什么。你立刻打开包袱，露出2口铁锅和一把崭新的菜刀。当当当，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重要一步。李月却皱起眉头，你哪来钱买铁器？你把在铁匠铺偷师学艺还顺手牵羊的事一说，李月又好气又好笑，伸手就要拧你的肉。你偷工减料还拿人家工钱，你连忙躲闪，那也是我的劳动结晶。你用新锅炒了2个菜，还温了1壶酒。李月尝了一口，眼睛瞬间亮了，这手艺简直比皇宫里的御厨还牛。明日还去铁匠铺吗？不去了。那你再给我讲故事好不好？白娘子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看着她满脸期待的样子，你心头一软。2碗烈酒下肚，你感觉天旋地转。可再看李月，她竟然面不改色。不是吧？这酒量又输给她了。你怕自己酒后乱来，赶紧盖上酒瓶，结果眼前一黑，直接栽倒。等你醒来，已经是第2天早上。厨房里浓烟滚滚，李月正手忙脚乱的生火，小脸被熏得像只小花猫，还被呛得连连咳嗽。你站在她身后，看着她笨拙的样子，心中又好笑又心疼。她似乎没发现你一个重心不稳，竟然一屁股摔在地上。她一抬头，正好对上你俯视的目光。李月吓得像诈尸一样跳起来。你醒了？你看着被柴火塞满的灶堂，忍不住吐槽：你是猪吗？都塞满了还怎么烧？李月顿时小脸一红，气鼓鼓的甩下一句：你又不教我。说完，他就气冲冲的跑回房间，半炷香后，你就从厨房端出香喷喷的粥。你一声懒洋洋的呼唤：吃饭了。李月乖巧坐好，你把1碗粥端到他面前，你吃着饼，心里却泛起嘀咕：昨晚到底是怎么回的床？然而李月根本不给你思考的机会，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。白娘子的故事你还没讲完呢。你3两口吃完饼，一边用木条编制蒸笼，一边继续讲着《白蛇传》的后半段，一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，听得李月如痴如醉。等故事讲完，你手中的简易蒸笼也已成型。李月看着你，眼里的崇拜简直藏都藏不住。这个男人不仅手巧会做饭，竟然还能讲出这么动人的故事。这时你嘴角却突然一扬，来打牌。你话音刚落，桌上就多了一副你亲手用薄木片做的牌。李月瞬间如临大敌，你手脚麻利的洗牌发牌。他皱眉看了半天，小心翼翼打出一个2。你冷笑一声，直接甩出4张9，炸弹。李月的脸瞬间凝重，憋了半天只能吐出一个字：过。你紧接着又甩出一副顺子，他挠了挠头，手忙脚乱的整理着牌，结论是没有过。你毫不停歇，又是一副顺子，3带2，1对5，最后你亮出3张6，霸气收尾，我赢了。看着李月满脸挫败的样子，你心里爽翻了。酒量上赢不了他，牌技必须狠狠碾压。而此时的右武卫大营，正因你打造的横刀掀起滔天巨浪。李孝公拿着刀爱不释手，直接找来士兵对砍，当的一声脆响，对方的刀应声断成2截。李孝公还不尽兴，又换一人，结果还是一样，新刀毫发无伤，对方的刀却布满裂痕。李孝公激动大笑：若我大唐将士人手一把此等神器，必将所向无敌。王爷为刀痴狂，皇宫里的李世民却正为你炒的茶叶犯愁，宫里最好的茶工也炒不出那个味道。眼看茶叶就要喝完，皇帝急得抓耳挠腮。太医署的卢照邻又给李世民端上一碗新茶，陛下尝尝这次的味道如何？然而李世民只喝一口就苦得难以下咽，他放下茶碗，皱眉死死盯着卢照邻。卢照邻吓得后退一步，陛下还是不对吗？李世民直接把茶碗推过去，你自己尝尝。结果卢照邻刚喝一口就差点当场吐出来，他百思不解，明明用的是最嫩的茶叶，为何陛下的茶却入口纯绵，回味甘甜？陛下是不是还有什么秘方？李世民冷眼看他，朕要你何用？连个炒茶都搞不定，是不是该换人？卢照邻瞬间冷汗直流，躬身行礼，臣再去试试。慢着！李世民突然叫住他，
紧接着他抛出一个关键问题：给月儿的汤药一直是你们太医署调配的？卢照邻赶紧点头：是的，陛下，药方并无大碍。李世民微微点头，看来问题不在太医署，你接着去试茶叶。诺。此时李月正在家玩一个叫华容道的小游戏，他的小脸写满纠结，像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。下一秒，火山真的爆发了。李月猛地拍而起，指着曹操的方块尖叫：这个格子根本走不出去！他气得直跺脚：你骗人，这个游戏根本玩不了。而你只是淡定地从锅里夹起一块排骨尝了尝，有点咸。可刚坐下的李月目光再次变得杀气腾腾，死死盯住那块木盘。果然，火山不会只爆发一次啊！他又一次跺着脚站起身，你端着排骨放到桌上，正准备再做2个菜，谁知你刚一转身，却发现走不动道，一股力道正死死拉着你的衣服。你回头一看，李月正满脸幽怨地瞪着你。夫妻俩就这么对视了许久，你忽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开口：我知道我很英俊。李月却气得咬紧嘴唇，伸手指了指那个华容道：你低声开口，有些时候我们不要急于求成。可这话一出，他的表情瞬间从幽怨变得咬牙切齿：你这个游戏根本不能玩，那个曹操大方块根本出不去。你心想，对智商不高的女孩子来说，这确实太为难。于是你伸手挪动华容道中的方块，一挪一移，那些方块在你指尖竟开始飞速变换位置。眼看曹操的通路瞬间被打开，李月当场呆住，看看华容道，又看看你，那表情像个看见神仙的智障。他甚至还使劲揉了揉眼。曹操真的出来了。你微微一笑，你看这个游戏还是可以玩的吧？你是怎么办到的？李月仰头看你，语气瞬间软得像在求饶。你深吸一口气，看着他扯着你衣角的样子，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能不能用点智慧？开玩笑，这玩意儿你10岁就会。李月看着华容道，却满眼都是挫败，这也太难了吧。可下一秒你迅速把曹操塞回原位，接着飞快打乱所有方块，直接放回桌上。你看着他错愕的眼神，只留下一句提示：关羽神威盖世，一夫当关。你留给他一个高深莫测的背影，就转身去做饭。所以关羽才是曹操最大的阻碍。可你话音刚落，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就从屋里飞出，啪嗒一声，华容道重重摔在地上，方块散落一地。你无奈摇头，家中玩具减1。饭桌上李月一言不发，迅速吃完就回了房间。你收拾完碗筷也倒头就睡。然而到了夜里，李月却悄悄走出房间，借着月光，他看见你熟睡的侧脸。接着他放轻脚步走到院子，把摔碎的华容道捡了起来。他低着头一个一个找回散落的方块，确认一块没少后，他才小心翼翼地捧回房间。紧接着他用手帕将每一个方块擦拭干净。看到完好无损的华容道，他竟温柔地笑了。他将它放进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好好收起，才带着笑容安然睡去。可就在他睡得香甜时，他的皇帝老爹李世民却失眠了。他瞪着双眼，死死盯着甘露殿的屋顶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只因太医署炒了一天的茶，他也就品了一整天。你家小娇妻只说喝茶提神，却没说这玩意儿后劲这么大。又躺了1个时辰，李世民彻底放弃。他点燃烛火，竟开始批阅奏章。巡夜的小太监看见烛光下的人影，无不感叹陛下也太勤政了。直到天亮，李世民才抬起布满血丝的双眼。可偏偏就在要上早朝时，睡意才汹涌袭来。结果整个早朝他都神情恍惚。下朝后，群臣得知陛下竟批阅奏章，通宵达旦，纷纷感动落泪。而你一大早起床，却发现李月早就醒了。他正和隔壁王婶说话。你起了把脸看向他，想吃什么？李月回过身，笑的眼睛眯成一条缝。都可以。咸菜炒猪肝怎么样？好呀。看到他久违的笑容，王婶眼神里满是宽慰。但你总觉得不对劲。王婶看李月的眼神根本不像邻居，更像长辈在看自己的孩子。天才刚亮，东市已经人声鼎沸。你挤进人群去找屠夫买猪肝。在这个时代，富贵人家嫌弃猪肉，猪肝更是没人要。屠夫用油腻的手擦着汗，小子还是要猪肝？你拿出几文钱，多给2文，那半斤后腿肉也给我。屠夫立刻笑了，麻利的把肉搭上递给你。他还低声说，会吃的人才知道猪肝是好东西，下次来我还给你留。你付了钱道了谢。谁知回家的路上，你路过曲江池，竟意外看见水里抛着一些竹子。关中竹子稀少，这些竹子看成色，在水里抛了很久，竟然没人要。你正觉得奇怪，目光沿着岸边扫去，下一秒你看见一个壮硕的小伙正蹲坐在岸边。你看到他脸上的淤青，心想这8成是打架没打过，在这儿发闷气。于是你直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兄弟。对方猛地回头，我们认识吗？你摇摇头，不认识。那壮小伙立刻警惕起来，往旁边挪了几步。那你还兄弟？你却直接在他身边坐下，语出惊人，你长得很像我一个兄弟，他叫鲁智深，和某家有什么关系？你心里偷笑，认识才有鬼。你接着一本正经的吹牛，我那个兄弟鲁智深可厉害了，能倒拔垂杨柳，3拳打死镇关西。镇关西好响亮的名头，是个恶霸。那你兄弟打死人报官了吗？你顿时一噎，你赶紧转移话题，开始声情并茂的讲起故事。我那兄弟混迹江湖，扫奸除恶，面圆耳大。鲁智深3拳打死镇关西的故事从你嘴里娓娓道来。那壮小伙听得入神，神情跟着故事起伏。这种肝胆相照、豪气如云的故事瞬间点燃了他的热血。可就在你说到鲁智深救了林冲，得罪高俅时，故事戛然而止。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壮小伙急得一把拉住你，你却不慌不忙地问，说了这么久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。某家姓程。你立刻指着池子里的竹子，程兄弟，能帮我把池子里的竹子捞出来吗？程处默一愣，你自己不会去捞吗？你尴尬地清了清嗓子，我这人爱干净。没想到程处默竟然用力一点头，看在鲁智深的份上，我帮你这个忙。话音刚落，他扑通一声就跳进池中，费了好大劲，他才把泡成丝的竹子捞上来。你赶紧用麻绳把竹子捆好。可程处默又追着问，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你看了看天，
天色不早了，我该回家了。这就走了。你扛起竹子，留下一句更让他摸不着头脑的话：下次给你说我另外一个兄弟，他在红星混。程初墨站在原地，浑身湿透，心却是火热的，憧憬着自己也能像鲁智深那样活一次。你拖着一大堆竹子回到家，李月看到后满脸好奇：你哪来这些竹子？你放下竹子，我看这些竹子泡在池子里，别浪费了。李月更疑惑了：你把竹子捞上来了？你一边收拾竹子一边说：路上看到个天赋异禀的人，我给他讲了个故事，他就帮我捞竹子。还有这种事？你郑重点头。咱们长安民风淳朴，城里人都乐于助人。李月扑哧一笑：那人傻子吧？接着你在院子里把竹子摊开，准备开始造纸。在这个时代，纸张产量低，价格贵，寻常人家根本用不起。你要做的就是改变这一切，去皮、剥丝、捣烂，工序繁琐又费力。就在这时，刚回来的王婶突然开口：中元节要放灯，到时你们夫妻俩出去看看不？李月平日里从不出门，你下意识地看向他，没想到李月手里缝着衣服，竟也看向你。你去的话，我也去看看。此话一出，王婶眼里顿时充满欣喜和期待。只要你点头，中元节就能安排李月和他朝思暮想的家人见面。可你却只是费劲地捣着竹丝，笑了笑，一个字都没回答。王婶的神情瞬间暗淡。就在这时，隔壁杨婶提着一个篮子回来，你下意识瞥了一眼，瞬间愣住，那篮子里装的竟然全是名贵的绸缎。你心里顿时打鼓，杨婶家境不好，哪来的钱买这些？难道说她在外面还有个有钱的相好？注意到你的目光，杨婶猛地把篮子藏到身后，尴尬地问：小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不等你回答，李月却一脸嫌弃地开口：他捡了一堆没人要的烂竹子。你懒得解释，因为你知道纸张将是改变生活的第一步。等晚饭时，你终于忍不住小声对李月说：这个杨婶我看怪怪的。李月端着饭碗小声回应：怎么怪了？你立刻放下碗筷。杨婶没丈夫也不干活，今天拿回来的篮子里却有那么多名贵绸缎，怕是外面有个相好。然而李月却笑道：两位婶婶不像坏人，都住了好久了。你狐疑地看着他，总觉得他好像知道些什么。你皱起眉头得出结论：我觉得这里面八成有一段纠葛的爱情故事。李月看着你，这才扑哧一笑，明显松了口气。你扒了2口饭又正经起来，算了，少议论人家，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。李月乖巧地点点头。你趁机问：饭后打牌吗？不打。为什么？李月一脸委屈，每次打牌我都会觉得自己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夜色渐深，屋外突然刮起2阵冷风。你走出屋一看，漆黑的夜空不见星月，今晚要下雨。李月急忙跑进院子收回晾晒的衣服，下一秒大雨倾盆而下。听着雨声，你看到家里的纺车坏了许久，于是拿起锯子和小刀开始改造。好一会儿，你拍拍手，改好了，你试试。李月看着眼前这个体积大了1倍、结构无比复杂的新纺车，满脸问号：这东西怎么用呀？你坐下亲自示范了一遍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下面有踏板，一踩一推就换线。李月将信将疑地坐下，他穿着布鞋的小脚努力去够那个踏板，结果因为个子不高，腿还有点短，第一脚直接踩空。看着他那小心翼翼的模样，你一个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李月立刻抬眼瞪你：你是不是在笑我？你赶紧清了清嗓子。没有，我怎么会笑你呢？绝对不可能。李月这才接着操作，又是一推一拉，咔嚓一声，纺车最中间的连杆应声而断。李月瞬间气馁地看着那堆破木头，你却拍拍胸脯：没事，我修。刚修好断掉的纺车，你转身就去了酒铺，对着伙计开口：我要点酒糟。那伙计上下打量你，看你一身穷酸样，眼神瞬间充满嫌弃。你心里却想着，这酒酿园子能给李月补补身子。可你这才刚坐下，一个年轻男子竟然直接坐到你的面前，你瞳孔一缩。这人一身高级绸缎，身边还跟着2个侍卫，那2个侍卫太阳穴更是高高鼓起，一看就是绝顶高手。下一秒，他冷冷开口：你就是张扬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自己从没招惹过这种人，唯一的可能就是冲着李月来的。你脑中瞬间规划好逃跑路线，只要带上李月，立刻就逃出长安城。你强装镇定反问：你是哪位？那人却不回答，反而像审犯人一样盯着你，开始了连环追问：你识字吗？你眉头一皱：认识一点。他又问：会写字吗？你谨慎回答：会一点。他紧接着问：会写文章吗？你摇了摇头：不会。他眼神中的轻蔑更浓：你有什么本领吗？你再次摇头：没什么本领。就在这时，伙计拿着酒糟回来，打断了对话。你拿出3文钱和一个水囊，淡淡开口：3钱就够了。那人看着你只要酒糟不要酒，又问：你会酿酒？你心里门清，这世道最不能惹的就是权贵，一个不小心就是家破人亡。然而你脸上却挂着老实人的憨厚笑容，果断摇头：酿酒那个我不会的。说完，你直接起身转身就走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可你前脚刚走，后脚就出事了。那人身边的侍卫低声问道：太子殿下，此人如何？李承前不屑地冷笑一声：看来只是个平平无奇之辈罢了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就在他们离开后，酒铺老板却走到店外，看着你离开的背影，满脸震惊的低语：不对啊，我店里最好的酒糟就是他给的，他怎么还付钱呢？这一下轮到伙计傻眼了，他这才想起年初的时候，就是你拿着自己酿的酒糟换走了店里好几坛好酒，也正是因为你的酒糟，他家生意才变得如此火爆。而此时你已经回到家中，只见李月已经能熟练地使用那台复杂的纺车。你安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心想或许这就是女人的天赋异禀之处吧。李月看见你，鼻子动了动，闻到了酒味。你买酒了？你立刻提起手中的水囊，笑着说：是酒糟，今天给你做点好吃的。你来到灶台，麻利地搓起了面团，
酒酿圆子，简单却暖心。而此刻，李月正蜷缩在摇椅上，慵懒地沐浴着阳光，白皙的脸上透着一丝缺少血色的病弱。她睡着了，呼吸都轻得几乎听不见。然而，一旁的王婶看着这温馨的一幕，眼圈却猛然红了。宫里有什么好？公主在宫里时，何曾有过这样开心的笑容？王婶永远忘不了小时候的公主每天都要喝不完的苦药，甚至喝完就吐，连走路都费劲。她第一次见公主时，她才3岁，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宫殿，眼神里没有一丝生机。想到这里，王婶就心如刀割。长大后，公主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别的皇子公主玩闹，她跑几步路就会晕倒在地，就连太医鼠都断言公主活不过成年。可她竟然就这么咬着牙，顽强的活到了今天。如今看到公主脸上这发自内心的幸福笑容，王婶觉得一切都值了。她赶紧背过身，偷偷擦掉眼角的泪水，生怕被你看出端倪。就在这时，一股浓郁的酒香飘满了整个院子，酒酿圆子出锅了。李月皱了皱鼻，使劲闻了闻，缓缓睁开眼。她顺着香味看去，惊喜道：“好香呀！”你端着木碗放到桌上，笑道：“尝尝看。”李月拿起勺子尝了一口，眼睛瞬间亮了。她又尝了一大口，一脸满足的大喊：“好好吃！”可你万万没想到，这酒酿圆子的后劲竟然这么大。李月的小脸很快就变得红扑扑的，她一只手撑着下巴，眼神迷离的看着你。你还有什么本领是我不知道的？你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丫头喝醉了。看着她步履蹒跚的坐回躺椅，你生怕她乱来。谁知她刚闭上眼，又猛地睁开，确认你还在家里，这才安心的沉沉睡去。见她睡熟，你这才转身回到院里继续你的造纸大业。你提起一个简陋的网，一点点从纸浆里捞出粗糙的竹丝残渣，这活累得你腰酸背痛。可为了让纸张更坚韧，你又从外面摘来一堆硬树叶，你将树叶全部捣碎，扔进纸浆，然后拿起棍子奋力搅匀。直到黄昏时分，李月才悠悠醒来。她好奇地看着你还在捣鼓那盆浑浊的浆水。晚饭，李月抓起一个白软的包子，一口接着一口，吃得满嘴是油。李月看着那桶浑浊的水，终于忍不住开口：“那一桶水到底是做什么的？”你看了看四周，这才压低声音对他吐出2个字：“造纸。”纸。李月猛地眨了眨眼，毕竟你连那匪夷所思的抽水马桶都造得出来。他只是凑近你低声问：“造纸术可是个带保密的，你怎么会？”你吸溜着面条，云淡风轻地回答：“小时候看过一本书，上面有秘方。”吃完饭，李月就捧着热茶，满足地看着你忙活，直到第二天天刚亮，你就早早把纸浆捞出来，一块块方方正正地铺在木板上，只等阳光就能见证奇迹。可就在这时，屋内传来李月的抱怨：“你这个睡衣一点都不好用。”你走进屋，他竟当着你的面换衣服，纤瘦的身形让睡衣显得空空荡荡。你拿起梳子给他梳头，他的发质好得惊人。忽然，李月低声开口：“中元节我们出去看河灯吧。”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想出门。午后困意袭来，你刚在屋檐下躺好，李月竟然也学着你的样子蜷缩在你身边睡着。你闻着他身上淡淡的香味，轻轻给他盖上薄毯。接着你起身来到院里查看你的成果。你小心翼翼地从木板上撕下一张已经晒干的纸，纸张很厚实，虽然有些凹凸不平，可它真的是纸啊！你真的把纸造出来了。不知何时，李月竟站在你身后，满眼都是震惊。他伸出纤细的手指，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张，放在鼻尖闻了闻。你忍不住打趣道：“这个可不能吃。”李月立刻冷哼一声：“在你眼里我有多傻，连纸都会吃？”你却笑着说：“我看你很有食欲的样子。”下一秒，李月的举动让你目瞪口呆。他飞快地把木板上所有的纸都取下来，做事就要全部抱回屋。你急了，连忙大喊：“留下几张，如厕用！”李月猛地回头，俏目圆瞪：“谁会用纸如厕呀？”你欲哭无泪：“我真的是用来那啥的。”可他根本不听。砰的一声，把所有纸当成宝贝一样锁进了屋里。好在桶里还有纸浆。到了夜里，你戴上自制的口罩，提着那桶纸浆径直走向一家笔墨纸店。纸张如此昂贵，这就是你的第一桶金。你把木桶往店前一放，对着警惕的伙计开口：“敢问掌柜的可在？”伙计见你行为古怪，还蒙着脸，立刻警惕起来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你缓缓打开木桶的盖子，一股独特的浆液气味散开。你沉声说道：“我这里有纸浆，想问问店家收不收？”话音刚落，伙计的脸色瞬间大变。纸浆可是各家纸坊的绝密，他竟然说要卖纸浆。那伙计一听是纸浆，眼睛都直了，立马跑进店里。下一秒，一个掌柜模样的中年人快步走出，他上下打量着你，狐疑地问：“年轻人，你真有纸浆？”你二话不说，直接打开桶盖，你看看。掌柜的是个识货的，只看一眼，脸色就变了。他故作镇定地看了半天，才慢悠悠开口：“你这纸浆成色不咋地，这样吧，5贯钱，我买了，当交个朋友。”5贯钱，这点钱就想买下能造上千张纸的纸浆？他分明是看你蒙着面，觉得东西来路不明，想趁机压价。你冷笑一声，拎起木桶就说：“我还是倒了吧。”说罢，你倾斜木桶，那珍贵的纸浆哗啦啦就往地上流。慢着！掌柜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急得直拍大腿：“别倒了，别倒了！”眼看已经倒了一半，你这才停下动作。掌柜擦着冷汗，语气都软了下来：“小子，价格不合适你直说，倒了多可惜啊！”你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地问：“掌柜现在觉得多少价格合适？”他看了一眼四周，压低声音：“30贯钱，如何？”你却笑了：“刚刚或许值30贯，可现在只剩一半了。”你眼中寒光一闪，狮子大开口：“给我60贯，不然这剩下的一半我也倒了。”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！掌柜的咬牙切齿，可你根本不理会，做事又要倒。他彻底慌了，连忙拿出一块硕大的银饼：“这银饼给你，别倒了，
太暴殄天物了！你接过银饼，把半桶纸浆留下，转身就走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在这纸张稀缺的大唐，奇货可居，你根本不愁卖。可就在你拐进一个冷清街巷时，你猛然察觉有人在跟着你。纸浆的秘方从不外传，这要是被人抓走，下场就是被关进小黑屋，天天给人当造纸奴隶。你心头一紧，立刻挤进一家热闹的酒铺，一边走一边飞快脱下外衣，摘掉口罩。酒铺老板是游侠，久久不语，许久，他才颤巍巍的想要直起身。掌柜赶紧上前搀扶，卖你纸浆的那个小子是谁？于是男沙哑的声音里透着一丝急切。掌柜一脸懊悔，对方不愿透露姓名，小人派人去跟，结果跟丢了。咳。于是男剧烈的咳嗽起来，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。他苦涩一笑，世家大族掌握造纸之法，用纸张控制天下读书人。若是这秘方能为陛下所用，将是天下读书人之福啊！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再找吧，一定要找到他。另一边，长安城太医署内却是另一番光景。卢兆林顶着2个硕大的黑眼圈，和一群御医看着满地的茶叶，欲哭无泪。炒茶，他们还是做不出来。李世民看着这群魔怔的御医，长叹一口气。卢兆林走到李世民面前，扑通一声跪下：“陛下，臣每天喝好几斤茶，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。臣实在无能。”他看着旁边的一根柱子，眼中满是绝望。臣愿一头撞死，以谢陛下知遇之恩。李世民见状，连忙摆手：“罢了，你们也尽力了。这卢兆林医术高超，为个炒茶死了，实在可惜。”卢兆林哽咽着擦了擦鼻子，对李世民感恩戴德。可回到甘露殿，李世民却觉得最近怪事连连。先是程咬金的儿子程楚墨，满世界找一个叫鲁智深的，非要跟他结拜。接着是李孝恭得了一把横刀，几乎把长安城的铁匠铺翻了个底朝天，却愣是找不到铸造之人，搞得现在长安城的铁匠铺都不敢开门做生意。然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李世民看着所剩无几的茶叶，一脸凝重。这玩意儿马上就要喝完了，他堂堂天子，总不能亲自去跟自己女儿要茶叶吧？为了几片茶叶，天可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纠结。此时长孙皇后走了进来，叹了口气，也不知道这次中元节能不能见到月儿。李世民一屁股坐下，闷声道：“宫女送来消息，月儿会去曲江池放河灯，妾身都不知道月儿现在是什么模样了。”长孙皇后话里有话，像是在责怪他这个当爹的怎么都不去看看女儿。李世民目光一转，看向长孙皇后，低声问道：“月儿那个夫君怎么样？”长孙皇后淡淡的说：“城前去见过，说是个游手好闲之徒。夜幕降临，你赶在关城门前回到了长安。就在你进城的一瞬间，笔墨铺的掌柜猛地瞪大眼睛，这个身影太像那个卖纸浆的人了。他刚想上前询问，你却一转身就汇入了汹涌的人潮。掌柜懊悔地站在原地，要是当初不耍那点小心思，多攀谈几句就好了。瘦小的李月正在家中忙着收衣服，虽然不尽人意，还算是能穿。你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衣服，评价道。李月却皱起眉头，倔强地说：“下一次我会做得更好。”就在这时，王婶抱着一堆新衣服走了进来，家里人不愿意穿的，就便宜你们小两口了。你接过衣服，连声道谢。王婶只是笑了笑，转身回屋。她可没说这些衣服是长孙皇后特意吩咐人送给汝南公主的。那衣服的绸缎，那剪裁的做工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李月看着自己做的衣服，又看看王婶送来的，小脸涨得通红。我的手艺以后也会很好的。她把那些华服塞进角落，一件都不打算穿。你倒了一杯白开水，放在她桌边。李月接过水杯，突然低声问道：“很多和你这般年纪的人，不都应该争强好胜的吗？”你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笑：“争强好胜，不就是为了出风头吗？”李月却轻轻点头，眼神复杂的看着你。你的本领不少，你还会造纸。如果被人知道我能造纸，会发生什么事？李月天真的说：“会做官，会得到朝中的重用。”你却看着深邃的夜空，缓缓开口：“人心可不会有那么多的善意。如果别人知道我有造纸术，我会被关进一个小黑屋，每天每夜不停的造纸。”你声音平静，却字字诛心。如果一天不干活，就不给饭吃。你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李月身上，接着说：“而且我这人喜欢自由，如果真有人逼我，把我关在小屋子里还见不到你，我会选择饿死。”话音刚落，李月嘴角却不受控制的扬起一丝笑意。他偷偷的看着你，心底那片冰封的湖面似乎裂开了一道缝隙。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，但他只想多活一天，就和你在一起多一天。两人就这么静静的坐着，看着天上的星星。许久，李月站起身，把那件做好的灰色衣服递给你，然后转身回房，关上了门。你拿起衣服，入手沉甸甸的，外面看针线完美，几乎找不到痕迹，可翻过来，里面却布满了断断续续的线头，显然是反反复复拆改了无数次。这件衣服是他这几天做的最好的一件。第二天醒来，离中元节只剩一天，你发现杨婶和王婶那两个古怪的邻居今天竟然都不在。你也没多想，赶着早市买了些猪肉回到家。李月还没醒，你熟练的做好2个咸菜包子，放进蒸笼，又用剩下的薯米粉包起了馄饨，时间算得刚刚好。你这边刚忙完，屋里就传来了李月伸懒腰的声音：“早上吃什么？”他一脸慵懒的走出屋子：“馄饨和包子。”李月看着你的动作都惊呆了，一张面皮，一挑肉馅，小手一捏，眨眼间一个馄饨就包好。你一边包一边说：“其实这叫扁食，馄饨是另一种叫法。”馄饨端上桌，一人一个包子。李月学着你的样子，吃一口包子，再喝一口馄饨汤。你却咂咂嘴，有些遗憾，可惜没辣椒，要是有辣椒就更好了。你说的是胡椒吗？那可名贵得很。你摇了摇头，不是胡椒，而且胡椒根本不名贵，只是长安的人把它当宝贝，在关外那玩意儿遍地都是。李月好奇地问：“那辣椒是什么？一种调料，也是一种蔬菜，好吃吗？吃完让人面红耳赤。”话音刚落，李月突然用一种古怪的眼神看着你，你被他看得发毛。怎么了？四目相对，夫妻俩瞬间心有灵犀，同时想到了什么。你清了清嗓子，赶紧解释：“不是你想的那个东西。”李月却一脸郑重：“你我夫妻，我希望我们之间不要有任何隐瞒。”我隐瞒什么了？你故意反问。这一下李月的脸瞬间红透，
你3下5除2吃完，起身说：“我出去一趟。”李月嘴里也塞满了包子，只能嗯了一声。看着你出门，他才舍得小口小口的品味着包子，满足的眯起了眼。你来到朱雀大街的酒铺，刚坐下，店家一见是你，立刻满脸堆笑的迎上来：“恩人，您来了。”旁边的小伙计直接看傻了，这不是之前来买酒糟的小子吗？怎么一转眼就成了老板的恩人？他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，你却摆了摆手：“上次的事，多谢你帮忙。”你注意到店家脖梗到胸口有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，店家立刻躬身：“小事一桩，不知道恩人这是招惹了谁？”你轻描淡写：“一个狡猾的店家，现在应该没事了。”店家却很上心：“是吗？需要打点一下吗？在下可以帮忙。”他心里门清，你平日里低调，手握酿酒秘方却不张扬，这种人必须教好。你思索片刻，摇了摇头：“不用了，我现在想找几个会建房子的工匠。”恩人稍等。店家立刻转身：“这就去给您安排。”看着店家匆匆离去的背影，你没说话。这店家也是个苦命人，当初刚来长安卖酒，酒又苦又酸，天天被客人骂，家里老小嗷嗷待哺，老母亲还等着钱买药。是你给了他酒曲，才让他的酒坊起死回生，在长安城站稳脚跟。这份恩情他一直记在心里。小半个时辰后，店家领着几个汉子回来了。恩人，这几位都是建房子的好手，我认识好些年了。领头的一个壮汉上前一步，瓮声瓮气：“某家牛闯，小兄弟要建房。”你点点头，直接掏出一张图纸递过去。敢问这种房子你们建得出来吗？牛闯接过图纸，只看了一眼，眉头就皱了起来。这图画的也太详细了，他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画图的。他仔仔细细看完，神情变得无比郑重。可以，你松了口气说道：“我的地就在蓝田县外，你们去了会有人接应。按照图纸开工，建好之后，工钱50贯。50贯！”几个工匠眼睛都直了，下意识看向店家，店家给了他们一个肯定的眼神，几人这才连连点头答应。你笑着把图纸交给他们，这几人可不是一般工匠，以前都是跟着严立本干活的，手艺顶尖，但宫里的活工钱少得可怜，经常上顿不接下顿，这50贯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降横财。你交代完事情便起身离开。你一走，牛闯压低声音问店家：“大哥，这小子什么来路？”店家一边擦着桌子，一边神秘兮兮说：“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。”牛闯低头看着那精细的不像话的图纸，咂舌道：“这图比朝廷给的还精细，怕是严立本都没见过。”店家淡淡嘱咐道：“少打听，多做事。”牛闯憨厚一笑，带着人也走了。你独自在街上闲逛，买了些大蒜头、芹菜和鸡蛋。你寻思着秋天之前种下，以后做菜就方便了。葱姜蒜可是做菜3大利器。走在朱雀大街上，到处都是谈论朝政的百姓。如今海内升平，路不拾遗，真是盛世啊！听说死刑犯都只有10几个人了，陛下还要为前隋烈士立碑呢。一片歌功颂德声中，你却轻轻叹了口气。巧的是，你身边一个身穿官服的中年人也和你同时发出了一声长叹。他正是侍郎李百药，正为朝野上下的傲气而忧心。他意外地看向你这个和他一同叹气的年轻人。那位侍郎李百药竟然皱眉多看了你一眼，难道他也觉得这盛世之下暗藏忧虑？可他随即又摇了摇头，看你一身布衣，只当是寻常人家的巧合。他哪里想得到，你才是这一切背后的变数。然而你根本不在意，匆匆回到家中，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。你拿起小棍子，在院子里挖出一个个小坑。今天可是中元节，长安城热闹非凡，你却不紧不慢地把一颗颗蒜种亲手埋下。就在这时，李月换上一身新衣从屋里走了出来，一身淡蓝色的衣裙，秀丽的长发披在肩上。他有些不确定地问：“这身衣服会不会不太合适？”他清澈的眼眸里写满了期待，静静等着你的回答。你却没有立刻说话，而是走上前，洗净双手。接着你拿起一条蓝色的缎带，轻轻将他的长发束起，这样精神多了。李月的脸颊瞬间泛红，一溜烟跑回屋里，对着铜镜照了又照。好一会儿，他才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，眼里的喜悦藏都藏不住。他跑出来，满眼期待地说：“中元节最好看的就是放河灯，到了晚上，成片的灯在河上飘着，可好看了。你们的午饭很简单，只有一碗爽口的蒜蓉生菜。”你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，样子可爱极了。饭后，你确认好院子里的蒜苗，便躺在院中的躺椅上，准备小憩片刻。你才刚闭上眼，一股熟悉的清香就萦绕鼻尖。猛然睁开眼，竟发现李月不知何时已蜷缩在你身边，柔软的发丝轻轻落在你的脸上。他用机不可闻的声音说：“晚上我们也去湖中放灯吧。”你轻声应下：“嗯。”可就在这一瞬间，你突然想起，李月从未见过她的生母，她母亲生她时就因难产过世。这个女孩的脑海里甚至没有母亲的半点影子，只有一幅被她小心珍藏的朦胧画像。这一刻，你瞬间明白，这盏灯根本不是为了热闹，而是为了她从未谋面的母亲放的。你感到衣襟被她的小手紧紧抓住，仿佛抓住了全世界唯一的依靠。你伸出手，轻轻抚着她的后背，无声地安抚着她汹涌的情绪。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傍晚。你睁开眼，李月还蜷缩在你怀里，像只温顺的小猫。她懒懒地问：“什么时辰了？”“傍晚了。”她这才缓缓坐起身，舒服地伸了个懒腰。“走，我们看灯会去。”没想到李月竟从屋里提出了一个早就准备好的漂亮灯笼。这丫头竟早有准备。你关上门，两人一起走出家门。谁知李月刚到街角，就鬼鬼祟祟地左右张望。你好奇地问：“看什么呢？”她小声嘀咕：“王婶和杨婶都不在。”你失笑，估计都去会相好了。她立刻用小手打了你一下，数落道：“背后说人不好。”听着她的数落，你却一把牵起她的手。她的手有些凉，却在下一秒反手将你抓得更紧。就这样，你们手牵手走向灯火璀璨的曲江池。在这讲究男女大防的时代，你们如此亲密地走在大街上，瞬间吸引了所有路人的目光。越靠近曲江池，人越多。李月一边走一边在你耳边轻声科普：“其实最早的时候，中元节是庆贺丰收、祭祀祖先的。”你咧嘴一笑：“我没读过什么书，不懂这些。”周围无数道目光
光全都被你身边这个身穿淡蓝衣裙的绝色佳人吸引。可当他们看到她紧紧牵着你的手时，便知道仙女已有所属，只能悻悻地收回了目光。李月却白了你一眼，娇嗔道：“你还没读过书，那怎么能讲出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？”你只是宠溺地笑着回了一句：“都是听别人讲的。”你们来到曲江池边，远处楼台上正在举行庄严的祭祀。李月在你耳边轻声说：“这叫敬祖敬孝，人们在这天会思念故人，也会感恩所得。”你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宛如一个小老师，心里只觉得又好笑又温暖。就在这时，路边一个小摊上的2根骨簪突然吸引了你的注意。那东西怎么越看越像牙刷？没错，就是牙刷。你家里的猪鬃毛牙刷早就该换了。你立刻朝摆摊的夫人问道：“那俩骨簪多少钱？”夫人看了一眼你身边娇俏的李月，笑呵呵的开价：“10文钱。”你二话不说掏出10文钱，我要了。李月却满眼期待的问：“给我的吗？”你一愣，随即把骨簪揣进怀里，解释道：“这是我用来做牙刷的，骨头的更耐用。”也行吧。他的声音里明显带着一丝失落。你看着他瞬间暗淡下去的眼神，你立刻补充道：“等会有更好的就买给你。”下一秒他咧嘴一笑，嘻嘻，果然女孩子的小心思从古至今都一个样。正当此时，前面空地上一阵喧哗，众人正围着一棵大树议论纷纷。一个外邦人站在树边，正用蹩脚的中原话嚣张叫嚣：“你们大唐是没人了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李月的脚步瞬间停下，好看的眉头也皱了起来。你侧目看去，那人的穿着分明是个吐蕃人。那吐蕃人举起手中的一块玉佩，高声喊道：“只要你们谁能量出这棵树有多高，这块玉佩就送给谁。不让我们碰树，怎么量？难道用眼睛看吗？”一个年轻人当场反驳，周围立刻响起一片附和声。可那吐蕃人却冷笑一声：“梁树而已，何苦非要砍下来？”你抬头看了看那棵树，确实很高。李月悄悄拉了拉你的衣角，小声问：“要怎么量呀？”你故意压低声音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谁知李月却笃定地看着你：“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，你就是不想出风头。”就在这时，李月忽然发现了人群前面的一个熟悉身影——魏王李泰。那个小时候总跟在太子屁股后面争抢东西的弟弟，如今已经长这么高了，算起来竟有4年没见了。那一声声清脆的黄解，仿佛还在耳边回响。此刻，李泰也正对着这道难题紧锁眉头，眼看无人能解，那个吐蕃人更加得意，言语也越发刻薄。都说大唐陛下被尊为天可汗，没想到大唐的年轻人连这么简单的题都解不开。你休要口出狂言！有人当即怒喝，那吐蕃人却有恃无恐地摊开手：“小人只是在陈述事实，若是我说出答案，诸位又当如何？”这赤裸裸的挑衅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怒火。好好的中原佳节，竟被这一个吐蕃人搅得雅兴全无，而你却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上蹿下跳的吐蕃人，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。你心里冷笑，现在的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，怕是正志得意满。他哪里知道，西边的松赞干布正磨刀霍霍，薛延陀和吐谷浑也蠢蠢欲动，边关隐患重重。这位皇帝心也真大。不过这些军国大事又与你何干呢？就在你神游天外时，李月的小手又扯了扯你的衣角，急切地问：“真的可以不用碰树，就知道树有多高？”你故意卖关子感慨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李月气鼓鼓地看着你，笃定地说：“你一定知道。”这么长时间的相处，他早已发现，不论多难的事到你手里总能迎刃而解。见你还不说，他的小手直接揪住你胳膊上的软肉，开始用力。你说不说？你非但不求饶，反而低声调侃：“用力点，对，再用力点。”李月气得小脸通红，挥起小拳头雨点般砸在你身上。你这才收起玩笑，目光扫过周围那些激愤的年轻人，低声对他说道：“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帮忙，但你想好了，就算我解开谜题，也得不到任何感激。他们只会在事后嘲讽吐蕃人，根本不会在意谜题是如何解开的。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，你向来避之不及。但是惹小媳妇不高兴，就是惹自己不高兴。”你抬头看了看傍晚的太阳，从地上捡起一根笔直的木棍，解开这道题对你来说不过是小学数学水平，关键在于思维方式。这个时代的人读的是儒家典籍，钻研的是锦绣文章，谁会去研究晦涩难懂的数学？写一篇好文章能博得赏识，研究数学却吃力不讨好，成本和效率一算，谁都愿当文科生。你看着那群抓耳挠腮的年轻人，随便挑了一个招了招手：“这位哥们，介意不说话？”那年轻人好奇地走过来，敢问何事？你凑到他耳边低声说：“其实这个谜题能解，如何解？”你把木棍插在地上说道：“你现在量量这根木棍的长度。”年轻人用量尺一比，1尺有3。你接着对他耳语：“等会儿你把木棍插在那棵树的边上，记住，一定要和树对齐。”看着他似懂非懂的样子，你又在棍子插入地面的边缘画上记号，继续交代：“你量了棍子的高度，等会儿就去量棍子影子的长度，之后你再去量那棵树的影子，懂我意思了吗？”那年轻人挠了挠头，一脸茫然，好像明白了，但还请说得更明白点。你无奈地看了一眼李月，只见他眯着眼冲你笑，小脸上全是骄傲，仿佛在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会。”可眼前这哥们的数学水平实在捉急，眼看太阳就要落山，你只好再次点拨。在同一个地方，光照角度一样时，任何物体的高度和它的影子长度比例都是相同的。你继续在地上画着，所以木棍高度除以木棍影子长度，就等于树的高度除以树影子的长度。你指着地上的简易公式，你现在有3样东西：木棍高度、木棍影子、大树影子，倒着算一下，不就能算出树的高度吗？对对对！那年轻人茅塞顿开，激动的差点跳起来，转身就冲进人群大喊：“我知道怎么解了！”李月这才重新回到你身边，牵起你的手问：“你怎么自己不去？”你冷哼一声：“我何必在他们面前炫耀？”李月捂嘴轻笑，他知道你就是这种低调的性子。果然没过多久，树的高度就被算出来，人群瞬间炸锅。好你个吐蕃人，还敢目中无人，真当我们大唐无人？原来只是这种雕虫小技。正如你所料，他们根本不在意题目怎么解开，只想找回面子。而那个解题的年轻人被众人夸赞的合不拢嘴。吐蕃人眼看下不来台，
竟然又拿出一块玉佩，高声说道：“诸位若有真才实学，何不再做一体？我愿将这对玉佩拱手相送。”你本不想再掺和，谁知那吐蕃人竟穿过人群，径直走到你面前。他一脸怨气，用生疏的关中话质问：“这位朋友，刚刚的题是你解开的吧？”你转身就想走，冷哼一声：“不是我。”可他却不依不饶，上前拦住你：“我明明看见就是你告诉他解题之法。”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你身上。刚刚那个年轻人也凑过来说：“兄弟，既然解开一题，不如再解一题，好好挫挫他的锐气。这简直是要把你架在火上烤。”你回头一看，李月不知何时已站在不远处，正满眼期待地看着你，还对你使眼色。看来今天这场比试你是躲不过去了。你只得重新站定，看向吐蕃人，干脆利落地说：“那你出题吧。”一时间，这里成了整个曲江池的焦点。你有些不耐烦地催促：“能不能快点？我赶时间。”吐蕃人被你一击，思索片刻后，抛出一个更刁钻的难题。从前有个西域人，他能从一整块方正的大金子中割下一小块，并且让原本的金子形状不变。请问他是如何做到的？话音落下，全场死寂。天色已晚，你看着他，淡淡地问：“你说完了？”吐蕃人一躬身：“小人说完了，请答题。”你二话不说，直接用泥土捏了个方块，比如说这就是那块金子。你一边说着，一边拿起木条在泥块上画出几条线。紧接着，你将切割好的泥块重新组合。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奇迹发生，这块方正的泥块重组后，竟然在左下角多出一块。你切下那多出来的一小块，淡淡地说：“这就是答案。”吐蕃人瞬间冷汗直流。这道题本是西域流传的一个故事，他从未想过有人能当场解开。然而你还没停下，你拿起木条再次切割，用同样的方法将方块分割重组，结果方块竟然又多出一块，而原来的大方块形状竟丝毫未变。全场死寂，所有人都死死盯着你手中的泥块，这简直如同妖术，凭空造物。就在这时，李月的身后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月儿。”李月浑身一僵，转过身看到的竟是当朝皇帝，他的父皇李世民。李月连忙行礼：“女儿拜见父皇。”李世民急忙扶起他，身后还跟着太子李承乾，他的目光此刻正死死锁定在你身上。李世民满眼愧疚地看着女儿，低声问：“近日身体好些了吗？”李月低声回答：“女儿身体好多了，让父皇担心。”李世民勉强一笑：“不如你与父皇回宫，父皇给你最好的。”谁知李月竟猛地退后一步，这一步像巨石狠狠砸在李世民心口。李月再次行礼，语气决绝：“父皇不必如此，女儿和夫君过得很好。若我真活不到成年，我与夫君会将余下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。”说完，他毅然转身朝你走来。李世民看着女儿消瘦又陌生的背影，心如刀割。堂堂帝王此刻竟难受的说不出话。你看到李月走来，立刻牵起他的手，轻声说：“解开了。”李月看着你，脸上绽放出从未有过的骄傲笑容。而这一幕被远处的李世民尽收眼底，他心中自问：为何朕从未见过月儿这般笑容？此时，那吐蕃人愿赌服输，将2块玉佩交给你。可李月却突然开口：“不如你也出一道题，考考这个吐蕃人。”你没想到小媳妇竟如此争强好胜，只好挤眉弄眼道：“让人家颜面扫地不好吧？”但那吐蕃人却已躬身，还请出题。你只好拿出一颗准备当晚饭的熟鸡蛋，心疼地剥开壳。接着，你又捡起一个壶，壶口大小刚好能卡住鸡蛋。你将鸡蛋稳稳放在壶口上，然后看向众人，抛出了你的难题：在不碰这颗熟鸡蛋的情况下，让它自己掉进壶里。话音刚落，全场倒吸一口凉气，那颗熟鸡蛋就立在壶口，不按它怎么可能掉进去？众人议论纷纷，百思不解。而你撂下这惊天难题，拉着李月转身就走。那吐蕃人连忙追上来，急切地问：“这位朋友怎么称呼？”你却冷笑一声：“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一句话把那吐蕃人死死愣在原地。李月巧笑嫣然：“我们放河灯去吧。”你点点头，心里冷哼：想懂这个，先去补习一下大气压强吧。哥们用初中物理就能把你们按在地上摩擦。紧接着，你和李月便消失在人群中。而另一边，李泰好不容易挤到前面，却只看到一个空壶和一颗鸡蛋。黄姐呢？那个惊才绝艳的姐夫呢？他找了半天，最终只能失落作罢。没想到被父皇许配给一个普通人的黄姐，她的夫君竟是这般神人。他失魂落魄地来到一处楼阁，却发现父皇李世民、太子李承乾两人竟都在。然而父皇神情落寞，太子神情纠结。李泰刚想开口，却被这诡异的气氛压得不敢出声。就在这时，长孙皇后带着公主李丽质来了。她看到皇帝和2个儿子像3尊望夫石一样，呆呆望着夜空，那表情简直一模一样的纠结和痛苦。皇后当场蒙住，这爷仨是中邪了。而此时的你正和李月在池边小亭休息，你拿出准备好的包子递给李月，李月惊喜的接过，你还准备了这个？你咬了一口自己的包子，不然晚上饿肚子吗？李月看了看你手里的，你是什么馅的？咸菜肉丝。他又看了看自己的，瞬间得意起来，我的都是肉。亭子里其他女孩的目光此刻全都悄悄投了过来，她们饿着肚子吊凯子，却看到一对穷酸夫妻在这里你侬我侬，郎君还如此体贴。李月感受到周围羡慕的目光，更是得意的挺了挺小胸脯。你看着他那毫不掩饰的炫耀，拿出迎来的2块玉佩，这个质地不错，卖了应该值不少钱。谁知李月眼疾手快，一把抢过，他直接揣进怀里，瞪着你，好好的玉佩就要卖，你还没送我东西呢。你无奈的摊手，我以为我们之间没这么物质。哼！李月傲娇的把头扭向一边，你还想再要回来？快给我，家里缺钱，我回头给你叠2个纸鹤。李月死死捂住怀里的玉佩，你想得美。就在这时，满河的河灯缓缓飘过，李月迅速吃完肉包子，拿出自己的河灯，用烛火点燃。他小心翼翼地将承载着心愿的河灯放入水中，那盏灯汇入万千灯火，无声地飘向远方，直到再也看不见。
喧闹的曲江池因为这漫天河灯瞬间安静下来。李月走回你身边，我们回家吧。你点点头，回家。他却忍不住又问，你真要把那2块玉卖了？你笑了笑安抚他道，我可以想别的办法挣钱。夜深人静，曲江池边的人们渐渐散去，可就在这时，一个身影却去而复返，竟是魏王李泰。他独自一人回到岸边，死死盯着你留下的那道方块谜题。他学着你的方法切割拼接，下一秒他瞳孔地震，竟然真的多出了一块，原来是障眼法。李泰恍然大悟，可他再看向那个酒壶和鸡蛋，又陷入了死循环。这玩意儿到底怎么进去？突然一个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魏王殿下，这么晚还不回去？李泰回头一看，竟然是太子身边的近臣李百药。他对这人毫无好感，谁知李百药竟指着你留下的题目，一脸欣赏，解题之人必是奇才，我见过他，此人与我一样，都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。李泰听得直摇头，转身就走，懒得理会。李百药却追着他的马车大喊，魏王殿下！大唐远没到盛世自夸的时候。李泰坐在马车里，只觉得无比烦躁。而另一边，你已经带着李月回到家，邻居王婶笑着打趣，小两口看河灯回来了。李月甜甜应了一声，心情极好的跑回自己房间。你看着他的背影，又看了看旁边沉默扫地的杨婶，感觉有些奇怪。此时李月的房间内，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你迎来的2块玉佩，又摸出了一把小刀，他竟然要在玉佩上刻字。可就在这时，你的声音突然从门外传来，晚上吃点宵夜吧。李月吓了一跳，连忙将玉佩死死藏在身后，脸颊通红的慌乱应道，好呀。你走进房间，狐疑地看着他，想吃什么？想吃面，要加肉丝的。你虽然觉得他不对劲，但还是点点头，知道。直到看着你走出房间，李月才长出一口气。他重新拿出玉佩，借着月光继续刻。只见一块玉佩上是一个小巧的月字，而另一块上面赫然是一个阳字。刻完之后，李月脸上洋溢着幸福，然而下一秒他又突然失落，抬眼望向夜空，想起了小时候一群御医围着自己的场景，那些御医无奈的眼神，一句句公主活不过成年的叹息。小时候他不懂，现在想起来却是提醒自己死期将至的丧钟。可就在这时，院子里传来你的声音，可以吃了。李月连忙藏好玉佩，走出房间。月光下，你们一人一碗油泼面，他却突然看着你，悠悠地问：如果我活不了多久怎么办？这个问题沉重的像一块巨石，然而你却只是淡定地吃完最后一口面，然后轻描淡写地开口：不就一个贫血，治好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什么？李月当场愣住，多少御医束手无策的绝症，在你口中竟然如此轻松。他颤抖着说：小时候看了很多大夫都不见好，你却打了个饱嗝，直接颠覆了他的认知。很多人都想着药到病除，但那根本不可能。你解释道：贫血乱灌猛药，不仅治不好，反而会变成毒药，时间久了只会让他更加虚弱。李月瞪大眼睛，你比大夫更懂治病。你淡淡一笑，贫血很正常，慢慢补充营养就能好。一瞬间，李月的心彻底动摇。这段时间没吃药，身体反而好了很多，或许他真的可以治好我。吃完面后，你回到自己房间，开始筹划你的经营大计。你深知黄泉之下人命如蚁，昨晚解题已经犯了大忌，必须低调。可就在这时，房间传来水声，是小媳妇在洗澡。好一会儿，李月竟然披着你的浴巾走了出来。你这个浴巾会不会太大了？烛光下，她头发湿漉漉的滴着水，浴巾裹在胸前，却因为她太瘦小，直接拖到地上。好家伙，你心说至少换上衣服再出来啊！注意到你的眼神，李月脸一红，眼神躲闪着跑回房间。砰！房门被用力关上。你看着自己的设计图，脑子里却一片空白。完了，什么想法都没了。你烦躁的把笔一扔，往床上一躺。第二天天不亮你就起床，小媳妇现在越来越能睡，这可是好兆头。你来到灶台边，开始熟练的包饺子，米面和肉在你手里仿佛有了生命，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乖巧的站成一排。李月不知何时醒了，站在一旁痴痴的看着你，直到饺子纷纷下锅，你盖上锅盖，过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下一秒，热腾腾的饺子出锅，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小院。不一会儿，你吃完饺子就出了门。朱雀大街上人声鼎沸，你慢悠悠的溜达着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家丁打扮的家伙火急火燎的朝你冲来，一个箭步就拦住你的去路。你眉头一皱，正想走开，可他上气不接下气说出的话却让你当场愣住。太子殿下设宴，想请张公子您赏光。你咳了2声，直接摆手，你们指定是认错人了。谁知那家丁立马掏出一张画卷，公子请看，这画上的人就是您，错不了。你瞟了一眼，满脸嫌弃，这是我画的也太离谱了，我有这么帅？家丁一个劲的哈腰，求你赏个脸。你却冷冷丢下一句，那我要是不想去呢？这话一出，家丁当场蒙圈，他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人敢不给当朝太子的面子，这下他彻底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你懒得再跟他废话，趁他犹豫的片刻，一拐弯就溜进了巷子，瞬间没影。而此时的弘文馆里，太子李承乾正大摆宴席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派去的人竟然带回来一个惊掉众人下巴的消息。家丁气喘吁吁的跑进来禀报，太子殿下，那位张公子说是不想来。李承乾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，底下的一帮青年才俊更是当场炸锅。谁啊？竟敢拒绝当朝太子？太子的面子都有人敢不给，这是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？就算是国公家的公子也不敢这么狂啊！然而就在众人愤愤不平时，李承乾却洒脱一笑，重新落座。来，诸位，咱们继续喝。在座的宾客瞬间被太子的气度折服，纷纷夸赞他心胸宽广如海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李承乾端起酒碗，心里却泛起一丝苦涩，因为那个当众拒绝他的人，不仅是能解开吐蕃难题的唯一关键，更是他的亲妹夫。就在众人议论纷纷时，李承乾心里却跟明镜似的，他知道你不仅是能替大唐年轻一辈挣回脸面的人，更是说出不择手段是豪杰，不改初衷真英雄的奇才，绝不像这帮人嘴里说的那么不堪。李承乾若有所思，他猜到你这么做想必是为了藏拙，不愿抛头露面罢了。与此同时，魏王府里却是另一番光景。李泰双眼布满血丝，正死死地盯着一个酒壶和一颗熟鸡蛋。一群下人跪在地上哭丧着脸求饶：魏王殿下，
这事真的办不到啊！熟鸡蛋怎么可能自己钻进湖里去？这位往日温文尔雅的魏王，自从昨晚灯会回来就跟中了邪似的，一宿没睡，简直魔怔。过了好半晌，李泰才缓缓起身。算了，你们都走吧。众人如蒙大赦，飞快地逃出了王府。接着，李泰拿起壶和鸡蛋，径直去了青天界找袁天罡。他二话不说，把东西往桌上一放。敢问袁道长，这熟鸡蛋能自己掉进湖里吗？袁天罡瞅了瞅，当场失笑：“魏王殿下，您这是在开玩笑吧？当然不可能。”听到连袁天罡都这么说，李泰拿起鸡蛋直接塞进嘴里咽下。他心里开始犯嘀咕：难不成那家伙出的是一道压根就无解的题？可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那个该死的问题。最终他痛苦地从床上爬起，嘶吼着下令：“给本王去找一个叫张扬的家伙。”而此时的你正在街上溜达，一眼就盯上一个坐在路边啃馕饼的厨子。你吃完刚出炉的饼，在那厨子开口要钱时，却擦了擦嘴，慢悠悠地开口：“你这饼里加了老面发酵吧？”厨子当场惊住：“你怎么会知道他的独家秘方？”你不仅知道，甚至还开始指点他，把面团擀薄些，刷油撒盐，来回折叠，就能做出千层饼了。那厨子半信半疑，却还是拿起一团面当场操作起来。你又在一旁补充：“多折叠几次，其实用热水和面口感也不错。”听着你喋喋不休，厨子不耐烦地瞪了你一眼，可他还是老老实实把面折叠好，抬头问道：“然后呢？”你往旁边椅子上一坐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你悠哉悠哉地靠在一旁，再放半炷香，擀成饼扔进炉子就行。厨子好奇地打量着你，忍不住问：“你自己会做，怎么不动手？”你没回答，反问他一天能赚多少。厨子盘算了一下，大概60文。说话间，饼胚已经丢进炉子，没一会儿，新鲜出炉的饼就好了。你努了努嘴，切开看看。厨子一言切开，瞬间惊住，那饼层次分明，薄如蝉翼。嘿，真有意思。他尝了一口，咸香酥脆，入口即化。厨子连连点头，好吃。这方子多少钱？你嘴角微微上扬，想不想做更好吃的饼？厨子眼睛都亮了，你还有更厉害的方子？你故作深沉，开始给他画大饼。还有一种叫面包的东西，更有蛋糕、奶油、冰淇淋。厨子一改之前的不耐烦，笑呵呵的拱手，还未请教阁下尊姓大名。你摆摆手，我叫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想不想挣更多的钱？厨子用力点头，跟小鸡啄米似的，想啊，做梦都想。说完，他便自报家门，俺姓丁，叫丁溜。你掐指一算，直接给他指了条明路。长安城蓝田县外头有块地在盖房子，你就去那儿做饼，我把好方子都传给你。丁溜不住的点头哈腰，激动的把千层饼递给你。您就是我的贵人，工钱我1分不要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突兀的声音打断你们：什么方子？李泰不知何时已在旁边偷听好一会儿。你扭头看着他，皱眉问道：你谁啊？李泰毫不客气拿起一块饼就往嘴里塞，找你半天了。接着他拿出一个熟鸡蛋和一个壶，把剥了壳的鸡蛋放在壶口。他顶着一双血红的眼睛盯着你，这颗鸡蛋到底怎么才能掉进湖里？你心里咯噔一下，果然是曲江池那事儿惹了祸，看来还是不能太张扬。你完全无视李泰，反而转身对丁溜说：以后咱们工钱按分成算，我欺你3。丁溜使劲点头，行行行。还认识什么手艺好的厨子吗？认识一个特别会烤肉的。两人自顾自的聊着，完全把李泰当成了空气。李泰气急败坏的在你们眼前晃手，你们俩是瞎了吗？你沉吟片刻，对丁溜说：明天还是这儿，你把他约出来我见见。丁溜拍着胸脯保证：贵人放心。说完，你们就要各奔东西，眼看你就要溜了，李泰赶紧一把拉住你，你不许走。你冷笑一声，甩开他的手，转身就走。谁知他竟然一个饿虎扑食，死死抱住你的大腿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嚎：求你了，本王已经1天1夜没合眼了。李泰话音刚落，一群护卫提刀唰的一下就把你围住。看到这阵仗，你肠子都悔青了，这就是抛头露面的下场。你悄悄后退几步，心里飞快盘算，这是闹市区，只要冲进人群就能跑掉。想到这，你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要不先拿他当人质。可就在这时，李泰却冲着护卫们吼道：一群没眼力见的混账，都给本王退下！护卫们收起刀，乖乖退到一旁。李泰整理衣冠，竟向你拱手作揖：我乃当今魏王李泰，方才多有冒犯，还望先生见谅。你嘴角抽了抽，原来他就是魏王李泰。李泰指着壶嘴上的鸡蛋，一脸委屈：我已经1天1夜没合眼了。你冷哼一声：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李泰拼命眨巴眼睛装可怜：你难道就忍心看本王这样受折磨吗？你斜眼瞧着他，你是魏王，应该挺有钱的吧？李泰有些心虚：本王是有钱，但也不是特别多。你伸出一根手指，100贯，我就把答案告诉你。行。李泰毫不犹豫地答应。你都惊了，他连价都不还，是不是要得太少了？李泰从怀里摸出一个银元宝，这块应该够了。你面不改色地收下银元宝，揣进怀里。既然你这么有诚意嘛。李泰立刻躬身行礼，还请先生赐教。你拿起鸡蛋，点着几根木柴丢进壶里，接着你把鸡蛋稳稳地放在壶口上，等着吧，马上就有好戏看。李泰的眼睛死死盯着，都快看成斗鸡眼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只听啵的一声，整颗鸡蛋滑进了壶里。李泰的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，他满脸不可思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什么妖术吗？你轻蔑一笑，当然不是，不信你自个儿试试。李泰将信将疑，学着你的样子操作一遍，结果鸡蛋果然自己钻进了壶里。他激动地问：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故作高深，实际上是受到了压力，空气的压力。空气的压力又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正要解释，却突然卡壳，挠了挠头：哎呀，我好像忘了。李泰笑呵呵地又递上一个银元宝：先生慢慢想，不着急。你面不改色地接过银元宝，揣进怀里继续忽悠。就比如说用一根竹管吸水，这就是气压在起作用。李泰来回踱步，嘴里念叨着气压。等他想再问个明白，却发现你已经不见踪影，你早已汇入人潮，消失在朱雀大街上。李泰站在原地，对身边的护卫吩咐道：传话给洪文馆，让学士们把
所有关于气压的典籍都给本王找出来。护卫领命而去。可李泰拿着壶和鸡蛋径直走向了青天剑。此刻的袁天罡正在闭目掐算。袁道长，袁天罡缓缓睁眼，魏王殿下，您怎么又来了？李泰咧嘴一笑，之前道长不是说鸡蛋不可能掉进壶里吗？袁天罡轻笑一声，按照殿下说的情况，自然不可能。李泰拿出壶和鸡蛋，挑衅地问：袁道长当真这么肯定？袁天罡缓缓点头，语气笃定：那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下一秒，李泰当着他的面将点燃的木柴丢入壶中，又把那颗熟鸡蛋放在了壶口。袁天罡皱起眉头：魏王殿下，您这是何意？李泰神秘一笑：别急，马上就能见分晓。袁天罡好奇地凑到壶前，只听“啵”的一声脆响，那颗鸡蛋竟然真的滑进了壶里。袁天罡使劲揉了揉眼睛，满脸震惊。他再三确认，刚才没有任何人伸手去推，可那颗鸡蛋就这么当着他的面进去了。这……袁天罡指着壶，惊得连连后退。李泰得意洋洋，看来袁道长的话也并非全都正确啊。袁天罡眼神慌乱，却强作镇定：魏王殿下从何处学来这等妖术？李泰一脸风轻云淡：这不是妖术，你自己也可以试试。袁天罡拿着拂尘指着壶，声音都在颤抖：这一定是妖术。与此同时，长安城的另一边，程处墨正蹲在一个街角，他找那个叫鲁智深的和尚已经好几天。几个手下气喘吁吁地跑回来：小将军，还是没打听到一个叫鲁智深的和尚。程处墨指着自己的眼睛，没好气地问：告诉我，你们从我眼睛里看到什么？几个手下面面相觑，程处墨抬脚就踹过去：智慧是智慧，你们找人能不能动动脑子？给我接着去找。任逢喜事精神爽，你怀揣着2块银元宝，提着满满一篮子菜，兴冲冲地推开了家门。谁知刚进屋，眼前的景象就让你哭笑不得。只见李月正跟一张饺子皮较劲，一看到你回来，他慌乱地扔下子手里的活，瞬间变成了受尽委屈的小媳妇。李月低声说道：这个饺子皮每一次捏住之后又会撑开。你一边收拾凌乱的灶台，一边说道：那是你肉馅放多了。看着他恍然大悟的样子，你一阵无语。看来这小媳妇的做饭天赋基本为零，不过这都无所谓。你洗着手，一脸兴奋地开始显摆：我今天赚了2块银元宝哦，2块！李月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可思议：怎么赚的？你神神秘秘地坐下，讲起了今天的奇遇。原来今天遇到个自称魏王的冤大头，你本来只想吓唬他说要100贯，结果这小子眼都不眨就掏出1块银元宝。这还没完，你想着吊他，没想到他又掏了1块。李月听得眉头紧锁，心里早已翻江倒海。那魏王李泰可是他亲弟弟，小名清阙，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平日里机灵得很，怎么会被你这个无良姐夫坑得这么惨？你却完全没察觉一样，还在那乐呵呵地感叹长安民风淳朴，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想跟这位王斩鸡头拜把子。李月看着你，心里那叫一个愁啊，想替弟弟辩解2句，却又说不过你，只能无奈地看向皇宫方向叹气。就在这时，你冷不丁问了一句：你怎么知道魏王只有10多岁？空气瞬间凝固，李月眼神慌乱，赶紧避开你的视线，支支吾吾地说是听隔壁王婶说的。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嘴里嘀咕着隔壁王婶一直怪怪的。直到你回屋不再追问，李月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到了晚饭时间，你这嘴又开始欠了，一边吃着饭一边吐槽魏王看着不太聪明。李月只是淡淡应了一声，紧接着你又作死地问了一句：魏王其他兄弟姐妹是不是也不聪明？李月扒完最后一口饭，一言不发，黑着脸径直回了房间。看来是把他惹急了，你独自收拾着碗筷，心里还纳闷女孩子怎么1个月总有那么几天。第二天一早，李月喝着肉粥，眼神却一直盯着你。只见你正拿着葱姜蒜疯狂捣碎，这操作属实让人看不懂。过了好半天，你突然兴奋地宣布：咱们家很快就要有钱了。李月一脸嫌弃：难道你满脑子装的都是钱吗？你把捣碎的葱姜塞进水囊，开玩笑说要把玉佩还你拿去卖。李月扭过头果断地拒绝：你还是赶紧去挣钱吧。出了门，你便溜达到了朱雀大街的老地方。这年头没钟表，全靠看太阳估摸时辰。你在原地等的花都快谢了，丁溜这帮人才姗姗来迟，身后还跟着一个中年壮汉。这人胡子拉碴，长相狂野，背上背着一大坨肉，眼神上下打量着你。丁溜赶紧介绍，这壮汉拱手粗声说道：在下何必，怎么称呼？何必这名字倒是挺省事，你自我介绍叫小张就行。对方听完，目光又在你身上扫了好几遍。何必放下那坨肉，开门见山。听丁溜说你有烤肉的秘方，你笑着谦虚：略懂。为了保密，3人特意来到了城外一处空地，这里早已架好了火堆和木架。看着这简陋的设备，你好奇地问道：你们平时都怎么烤肉？只见何必抓起那块肉往架子上一扔，理所当然地回道：就这样直接烤啊，熟了放盐，阔绰点的再加点胡椒。面对何必这简单粗暴的烹饪理论，你瞅着架子上的肉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：这是猪肉吧？何必冷哼一声，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你：难道你还想吃牛肉？那玩意儿吃得着吗？确实，在大唐厮杀耕牛可是重罪，权贵都不敢明目张胆地吃，老百姓能吃上口猪肉就不错了。眼看何必摆出一副没人比我更懂烤肉的架势，直接开烤，你赶紧拦住：这肉不处理直接烤，不骚得慌吗？何必一脸古怪：猪肉不都这味吗？在这个调料匮乏的年代，猪肉因为那股子腥骚味，确实是狗都不理的贱肉。看着那块连皮都快烤焦的肉，你自信地抛出一个诱饵：我有法子能让猪肉不骚也不信。何必手里的动作一顿，看了眼丁溜，眼神里写满了怀疑：当真？你没废话，转头问他要刀。何必从怀里掏出一把指甲盖大小的小刀，这年头带大刀上街那是找抓，但这小刀防身割肉倒是刚好。接过刀，你的气场瞬间变了，提起那块连着猪蹄的后腿肉，先用火燎去猪毛，紧接着就要了一口大锅。你一边娴熟地剔除肉上的腺体，一边随口科普：一般人养猪都不阉割，公猪不阉，那肉味神仙都
难救。何必听得连连点头。作为半个行家，他深知这里面的门道，看向你的眼神少了几分轻视。肉切块，冷水下锅。丁溜顺手想盖盖子，你眼疾手快一把拦住，别盖，这一步盖了就全毁了。远处的巡逻官兵看到你们煮猪肉，一个个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，生怕沾上一身腥气。你却不慌不忙打开从家带来的水囊，将捣碎的葱姜水和黄酒一股脑倒进锅里。何必看懵了，忍不住吐槽：我从不炖肉，这玩意儿越炖越腥。你笑而不语，细心的撇去浮沫，焯好水，洗净浮沫。当你把肉重新放回烤架时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这肉竟然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了。你将烤出焦褐感的肉递过去，尝尝。何必半信半疑的接过，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口。下一秒，他瞳孔地震，还没等丁溜反应过来，何必直接把剩下的一整块全塞进嘴里，含糊不清的大喊：真没味了！丁溜，你快尝尝！丁溜抓起一块塞进嘴里，瞬间瞪大眼睛，外焦里嫩，入口即化，这哪里是猪肉，简直是珍馐。这时何必看你的眼神却彻底变了，那是一种看到财神爷的崇拜。他双手抱拳，郑重行礼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嘴角上扬，告诉你无妨，但你得给我打工。趁着他还在回味那绝妙的口感，你直接抛出重磅炸弹。我打算在蓝田县开家店，交给你俩打理，收益7、3开，我欺你们3，保准比现在挣得多。何必深吸一口气，腰杆挺得笔直。这句新的绝活他学定了，但条件是这秘方你不得外传给他人。你笑着点头，这种商业机密自然得守口如瓶。当你轻描淡写的说出葱姜水加黄酒这几个字时，何必整个人都僵住了，他眉头紧锁，难以置信的瞪着你。就这，你淡定的点头，何必惊得倒吸一口凉气，连声高呼佩服。其实这不过是层窗户纸，捅破了就不值钱，可大唐人偏偏就不知道。你们约定好1个月后还是在这里会合，何必爽快应下，拍着胸脯提起当年勇。原来这货不仅当过绿林好汉，还进魏府打过仗，后来凭手艺混进宫当御厨，结果因为这张破嘴太直，把贵人得罪个精光。你心中暗喜，这种直肠子虽然容易得罪人，但若是收为己用，却是最让人放心的手下。交代完琐事，你揣着仅剩的一点本钱赶回长安城，心里盘算着2个厨子3个伙计的草台班子，每一文钱都得掰成2半花。赶到东市时天色已晚，集市上人影稀疏，你直奔卖鸡的铺子，大婶却摆摆手，肉都没了，明日赶早。你的目光却死死锁定了那一箩筐没人要的鸡爪，这些卖吗？大婶愣住了，看着你这一身打补丁的衣裳，眼神瞬间变得怜悯。家里有人病了吧？你没解释，掏出3文钱，拿几只？大婶看着你那张白净脸庞，忍不住叹气。昨日也有个穷书生买这玩意儿给坐月子的媳妇补身子，这世道啊！他一边夸你疼媳妇，一边爽快地抓了一大把鸡爪塞进篮子，拿去，多送你几只。看着你提着一篮子鸡爪远去的背影，大婶长叹一声，都说是盛世，可怜年轻人都只能啃鸡爪，这日子苦啊！殊不知你提着这篮子，宝贝心情大好，这哪是垃圾，这分明是虎皮鸡爪和泡椒凤爪的原材料。回到家，李月正捧着书看得入神，抬头见你回来，疑惑地问：这《论语》真有那么博大精深？你搬个凳子坐下处理鸡爪，撇嘴冷笑，不过是一群伪君子拿来逼别人当圣人的工具罢了。李月捂嘴偷笑，觉得你这话虽糙理不糙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大儒，私底下哪个不是男盗女娼？他忽然眨巴着大眼睛盯着你问：那你算君子吗？你刚想反驳，他却自问自答：连10多岁小孩的钱都骗，肯定不是。你尴尬的咳嗽2声，若有所思的看向窗外，媳妇，你说要是多碰上魏王那个冤大头几次，咱们是不是就能发财了？李月没好气的白了你一眼，你当魏王是傻子，上过一次当还能把脑袋伸过来给你砍。看着他手里那堆王婶送来的旧书，你眼神猛地一凝，名义上是给李月解闷的废纸，可随便翻开一本竟是6典和汉书这种孤本，在这个印刷术落后的年代，这种书只有顶层权贵才有资格收藏。这王婶哪来的这些书？你好奇地说道。李月赶紧打岔，看着篮子里那么多的鸡爪，晚上要吃这么多吗？你一边细心清洗着鸡脚，一边神秘兮兮地介绍，这叫虎皮鸡爪，绝对的人间美味。看着他还是怕吃不完浪费，你随口补了一句，剩下的正好做成泡椒味，存着慢慢吃，那滋味更绝。面对他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好奇劲儿，你直接说别问了，快去把家里的稻米煮上。一听晚上竟然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，李月瞬间眉开眼笑，赶紧跑去洗米了。殊不知隔壁院子里，王婶正坐在小板凳上把你俩的闲聊听了个一清二楚。想起陛下那句照顾好公主的死命令，王婶心头一热，心想你这孩子确实是个可造之材，活了大半辈子，他还没见过哪个男人能对自己媳妇像你这般体贴入微。想着公主小时候受尽苦楚，如今嫁给你总算有了福气，王婶不由得长舒一口气。尤其是听到你刚才对儒家那番离经叛道的言论，王婶却也听出了门道，这哪里是胡言乱语，分明是肚子里真有墨水，你是个有真才实学的。只是他抓破脑袋也想不通，你这穷小子的一身学识到底是从哪偷学来的？就在王婶百思不得其解时，你家的晚饭已经热气腾腾的上桌了，一盘清爽炒菜，一盆色泽诱人的虎皮鸡爪，再配上一碗鲜美的野菜汤，香气瞬间飘满了小院。